慢慢。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嫌你穿的少，是怕你着凉了。真打算表白了？本来我想这事儿得慢慢来，谁知道人突然要相亲了，而且我现在不知道到底对我什么想法。现在对手竞争这么激烈，虎视眈眈的，我现在这情况吧，就是四面楚歌，没法迂回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个情况很危险的。要是人家对你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你表白不成，朋友都做不了了。我俩本来也不是朋友啊，我把人当女神，人把我当小弟弟，这谁把谁也没当过朋友。行，你要是表白呢，我支持你。做人嘛，敢爱敢恨才活得痛快。就像咱俩，你敢爱，我敢恨，正好凑一对儿。我喜欢上何大雁，谁都知道。那你恨谁啊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你说这人也挺奇怪的，当初爱的死去活来，一承诺把对方名字纹自己身上，啊，等时过境迁后悔了，又哭天喊地要洗。哎，用词要准确啊！谁哭天喊地了？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他破了产，老婆也跑了，普天同庆啊！哎，你那纹身在身上多久了？不知道，好多年了，记不清了。这么长时间不洗就挑今天洗？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一定要做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来庆祝一下。我一直觉着，把对方名字纹自己身上，就是没信心记得他一辈子，只好拿身体的疼来代替。其实，是洗纹身更疼吧？石涛先生，你跟我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忘掉比记得难。我认识的佳佳，不是因为前男友过得不好就开心的人，你那哪是开心呀？你那其实是关系。哎，我说你今天就是诚心不让我好好过是吧？那按照你的意思，横竖这个纹身我都没必要洗，就放在身上一辈子了是吗？别急，这么多人，不是你如果心里真没这么想，那洗不洗都无所谓。好了，你既然这么想了，那就按你想法来，啊，自我安慰也挺好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今天高兴就是高兴，我不在乎那就是不在乎。还有疼不疼我自己受着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你让我洗啊？我还不洗了呢，我。不是佳佳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佳佳，哎，佳佳，哎。One, two, three, and...
你上吊。嚯，你今儿怎么穿成这样啊？相亲。你不是不重视这次相亲吧？我是不重视，但不代表我不重视自己的形象啊。那男的他们家亲戚刚好跟我妈又是邻居，又是宿敌的。我要打扮的邋邋遢遢去了，那我妈肯定气死。我马上就得走了。你不是约他下午相亲吗？这么早出去干嘛呀？是啊，我得去见几个客户，难得打扮一次，我不得充分利用啊，不能浪费，对吧？祝我相亲成功，快点！祝你相亲成功。拜拜。才怪呢！洋洋，张网，你今天怎么来接我了？因为爸爸要请你吃饭，西餐。好啊，来，书包给我。跟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老师再见。走走走，走喽，吃西餐去喽。行，我到时直接给你打过来。我还以为吃西餐又是去麦当劳呢，没想到你这次这么大方。什么时候对你不大方了？服务员，我要菲力牛排7分熟配黑椒汁。菲力牛排7分熟。什么7分熟？这个小孩吃什么7分熟的？那生牛肉里边万一有寄生虫怎么办？都不卫生啊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要全熟的，配番茄酱。我再加个披萨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张某，你以后在公共场合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？你说的不对，我还不能反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这怎么不对了？牛排就是应该这样吃的，全熟的就硬了，再配上番茄酱，还能吃。那你听谁说的？你吃过牛排啊？王叔叔和妈妈教我的。张萌，张萌，何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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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爷，不忙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呀？闭嘴！大业和啊不，何大爷。哦，sorry，在我们的国外啊，都喜欢把人的姓放在名字的后边。子康张是吧Yes， 何小姐学习能力很强啊。哦，by the way， 我觉得您本人比照片还是要 good looking 一点儿。啊，sorry， 哎呀，我在国外生活的时间 too long 了，所以我的 Chinese 啊已经不太会 speak 了。我是说您本人比较好看。啊，谢谢。可是你跟这个照片儿有点儿，差别有点大。哦，that's 10 years ago。他们都说我现在本人比较 handsome 一点儿。是成熟那么一点点。Relax，take it easy。我本人很 nice 的。我也很放松啊。啊，太好了。您看看菜单，吃点什么？行，谢谢。
就牛排就可以了。 OK。哎，你好，请问需要点点什么？给这位小姐来一份牛排。牛排几分熟的？要7、8分都行。7、8分。 OK。您呢？我也来一份牛排。您也是一份牛排，几分熟？我要3分熟。我们要不要过去跟他打个招呼？先沉住气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说不好人谈什么正事儿。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个约会嘛。大叶居然有男朋友，哎，你小到哪儿学的那么多称呼？他不是她男朋友，连朋友都不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谢谢啊。张萌，你是不是故意带我来这的？哼，我还以为你是奖励我考英语得了100分呢。爸爸当然是奖励你来的了，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何大爷也在。要不我帮你去听听他们在讲什么？吃你的饭，少掺和大人的事儿。别把衣服弄脏了。偷听这种行为可不太好，更何况是公共场合，怎么偷听呢？这多显眼呀！啊？我可以坐到他们后面那桌去，这样就不算偷听了呀，只能算是不小心听到的。你小子鬼点子越来越多了，我可警告你啊，点子多是好，但用在正道上，别学坏了啊！我鬼点子多还不是因为你太笨，我要跟你一样笨，日子还怎么过？我是觉得，像您这个年纪的 lady， 基本上也都已经结婚了吧？可是您却没有，您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你说这个话我就不太 understand 了啊！你都条件这么 good 了，你也没有 marry 啊，你来相什么亲We are so different。像我这种呢，情况是比较 perfect， 当然要好好挑一挑了。再说，我的母亲把我的 schedule 安排的是太满了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就比如说，您觉得今天咱们的会面是比较 match 的话呢，咱们就赶紧把婚约定一下。安排完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太听懂啊。我们俩现在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彼此了解一下，然后再提婚约这件事情嘛？毕竟结婚是这么大一个事儿。What？ 我以为我们的父母和亲戚朋友已经把情况了解的差不多了，比如说我的生活状况、我的身体情况，以及我的学历、工作、收入、工作环境什么的，不都了解的很好了吗？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？好，就算我们条件相当，但是，难道不应该彼此之间来点电什么的，互相有点感情吗？啊 ，That's not important. The first， 我希望你做的就是生孩子，最好是生男孩子。And the second， 我觉得我的妻子啊，在结婚以后就不要出去工作了，因为毕竟女人就不太适合在社会上抛头露面的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就算您说的这样，那请你告诉我，一个女人结婚以后应该干什么 ？So many things to do。生孩子、养孩子、孝敬公婆、相夫教子、做家务，这些做的难道还不够多吗？毕竟女人生出来啊，就是来做这些事情的，不是吗？哦 ，by the way， 我觉得婚后呢，我会支付孩子相关的抚养费用，每个月还会给你3000块钱，做零花钱。太多了。可以商量，可以再商量的。
我就说，成熟的牛排太硬了。硬点，但是健康。哎，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好像说什么结婚生孩子。那个男人说希望是生个男孩。说这个干嘛呀？这何大爷不是说不结婚了吗？还说什么了？我哪知道？就是信任这些。哎，你这个孩子听了些什么话？这是？你们大人说总是让人听不懂，你要想知道自己去听呗。哎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站着明高，躺着名人堂，我头听人讲话，这丢不丢人啊？如果您非要出去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我就留在家里面照顾家庭，我是不会介意用妻子的收入生活的。那我付你3000块是吧？可以呀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哦，对了，我妈咪说何小姐今年已经32岁了，对吧 No， 你妈咪说错了，我今年只有31。哎，先生，你可以坐下。哦，残不掉。哦，谢谢。whatever， 我是比较担心何小姐的身体状况，所以我建议最好咱们在结婚之前做一个全面的婚前健康检查。如果能够证明说您的生理机能全都运转正常的话，咱们立马结婚生孩子。张先生，您是不是有点……是不是你太自我了？不好意思，打断你讲话了，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就我们家大爷在家喝水，都是我倒好了端到对面，脏活累活就更甭说了，不可能让他碰一下。怎么到你这儿就让直接生孩子呢？哥们儿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就你这素质，你配让你这给你生孩子吗？你哪位呀？你是啊？我哪位啊？我是她男朋友。何小姐，你拿我开玩笑可是的啊！你这个玩笑开大嘞！你明明有男朋友，你还出来约我见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太不诚恳了！Shame on you！你怎么着？你还要动手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我不想跟你理论啊，我今天。This money is for my 牛排，你自己付。再见。再也不见。哦，我记得你。什么神秘？那个。谢谢啊！哎，举手之劳嘛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大爷阿姨。哟，这臭小子也在这儿啊？对呀。张猛就是特地为了过来看你，所以才照顾你。这考试考了100分，让我奖励他。然后那个没有，就是特意。好吃的。好，那你一起吃吧，我们坐那边啊。没有，就是特地的，我就是特地的。你给我坐好了。哎，服务员你好，这边这个牛排买单。佳姐请客喝酒啊，你可得多喝点。给我少倒点。来，再吃点东西，加点酒。谢谢佳姐。好嘞，佳姐。哎，自个儿心情不好，别拿我东西耍啊！万一给我摔碎了，你赔啊？上回光顾着解决你问题了，我的事儿还没解决。你的算什么事儿啊？你不就是缺爱吗？缺什么补什么。你郁闷什么呀？我倒是想补，你说我怎么补啊？之前都是大爷在照顾我，好不容易又照顾他结婚，再说这主意是你给我出的，你说，哎，说我现在怎么办啊？
那你就跟他求婚呗。啊？啊什么啊？聋了？你求什么婚？我俩还八字没一撇呢。再说我都没表过白。表什么白呀？求婚就是最诚恳的表白，就是最霸道总裁式的浪漫，女人都吃这一套，懂吗？不是，可是大叶说他不想结婚。说你傻，你还真不聪明。女人说不想结婚，那都是假的，说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。她这是在干嘛？给自己留个面儿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佳姐说的没毛病，都对。真的？那佳姐能骗你吗？来干杯！对呀，要么她干嘛去相亲呢？就是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你干嘛去啊？酒不喝了？我得想想，我得好好想想。整挺凶啊你！不是，你真够无私的啊！没到嘴的鸭子往别人怀里送。这不明摆着要输给我们了吗？你们懂什么？这叫富贵险中求。与其听她整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那个老女人呐，不如一次性把这事儿给做绝了，让她彻底死了这条心。但我怎么总觉得这事儿到最后你弄得自己里外不是人呢？哎，你想想啊，这女的要是没答应，这孩子是不是得找你闹？她万一要是答应了，你岂不是更没戏了？哎，我说你这人做人怎么这么悲观呢？一个失过婚、创业中的老女人，答应一小鲜肉的求婚，她答应得着吗？再说，就算她不答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什么呀？我是知心小姐姐，专门负责受伤后的抚慰。你快拉倒吧！费那么大半天劲给我们打赌，就为当一知心小姐姐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就是，你是不是真爱上她了？说实话。说什么呢？我家家纵横时尚圈这么多年，我能看上她？来吧，喝酒吧，小姐姐，来敬小姐姐。耶！你下次能不能给我少放点冰啊？太给力了。就是，懂不懂威士忌？照顾一下女性同胞好吗？行啊，我猛哥现在厉害啊，学会跟踪了，长本事了呗。我没跟踪你，我哪有那本事？就我这智商。这不，洋洋想吃西餐嘛，我就带他去了。不是不小心碰到你了，然后顺便帮你看看相亲的人嘛。哎呀，你这不小心顺便的挺故意的哈，用得着你看？你在我心里是特别好的一个人，我觉得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你。虽说相亲这事儿不靠谱吧，但凡事都有个例外。你说万一你俩要真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，你说谁王八呢？骂人啊？啊不，我没说你是王八，我说相亲的小子他是王八。那我就绿豆呗，你看我哪儿豆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最不会说话，解释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哎，还真有人说长相狗像什么来着？像阿富汗猎犬来着呢。没事，我上去了哈。哎，阿姨那边怎么样了？你准备怎么应付？你不说我还把这事忘了。哎，你在那人面前说你是我男朋友，那我妈问我怎么交代呀？没事儿，实在不行我就凑合凑合先演你男朋友得了呗。什么叫凑合凑合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在阿姨面前演你的男朋友，在你朋友面前就当没事儿一样。臭美嘛你就，走了。
哎，你干嘛呀？我看着好好的。看，整天不是看电视就看书。你关心那么多新闻，你想当国家总理啊？哎呦，你说我看书又不对了，我关心国家大事儿哪不对了啊？就得像你们那三姑六婆似的，整天在一起嚼舌头根子才对。你有那闲工夫，你关心一下你女儿行吗？我怎么不关心我女儿了？我就知道我女儿现在挺好的。好什么呀？我都打了多少个电话了，到现在都没接呀。那你看看几点了啊？再说了，她现在自己开公司，回去肯定是累了睡了。不对，怎么了？他今天呀，跟那个小张去见面，按理说这个点早就应该见完了，他是不是应该给我打电话汇报一下情况？是不是？人家向你汇报什么呀？孩子自己的事儿，让孩子自己做主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不知道这个小张呀，可是有志骨，高薪、高学历、高素质，想嫁给他的女孩多了去了。这么优秀一个人，咱得让咱家大爷呀，先紧紧的把他抓住才对。我看这事儿啊，要成就成，不成就不成啊。大爷是成年人了，他自己心里有数。有数？有数什么呀？他要是有数。她要是有数的话，当初就不会嫁给罗畅那个大混蛋。我都激动了。我告诉你，不是，我想起这事我就心里难受，我就窝火。除非咱家大爷找一个比罗畅强的，否则这个坎儿我一辈子我都过不去。还是没人接吧，是吧？老婆，孩子睡了，明天再给他打啊！啊，明天，来，明天再打来。明儿再拿也不晚啊。来，好嘞，明儿再打啊。你挑完了没有？你大早上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这个？这都几点了？11点了，作息太不规律了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是万物法则，你懂不懂啊？叔叔，您别说教了好吗？赶快挑完，赶快走，我还得回去睡回笼觉呢。你过来帮我再看看这边，来。你想要美的还是要贵的呀？钻石大的吧，女人不都喜欢钻石吗？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得到一枚戒指，但并不代表每个女人都希望得到一个钻石。尤其像何大爷那样的女人，她追求的呢是一起吃苦、平平淡淡的幸福。你给她买个草编戒指，她都感天动地的；给她买钻石，反倒浮夸了。草编戒指，那太不隆重了吧？我没让你买草编的，我是说你别光逮着大的看。哦，你看这个，哪个？你看啊，钻石呢没有很大，但是很闪呢，而且那圈还刻着字儿。服务员，帮我把它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请让一下。哦。这个戒指啊，最适合何大爷了。小钻石填补他内心缺钱的空隙，一翻开手心，还能看见爱，感觉整个世界的爱都在他手里，多霸气！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
怎么就自欺欺人了？你知道这个戒指还有一个意义吗？那就是多爱自己一点。很多单身女性都买这个送给自己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众多单身女性当中的一员呢。自己给自己送戒指，太心酸了吧？女人不都希望男人给自己送戒指吗？看你年纪小不懂事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怎么就心酸了？我自己有钱，我不需要男人送我，给你。不需要钱，也不需要男人。我也觉得你以后啊，你肯定会有一个男人特别爱你，他会送你戒指的。不知道跟谁学的，油腔滑调。哎，服务员，就这个了，帮我包起来，好吧？谢谢。不是，就这个了，你确定啊？就这个啦，快点。就这么随便就买了。哎，干嘛呢？这么大动静？弄水啊！啊？嗨，跟我说一声不得了吗？不是，你看我这看着啊，嘿。你说你逞什么呢？这本来就是应该大老爷们该干的事儿。哪那么多应该啊？啊，男人就得赚钱养家，女人就要美貌如花，这就是你们自以为是的想法。我看你这是相亲后遗症，是不是背着张子康的理论给吓着了？他那是什么狗屁理论啊？第一次见面，长什么样都没看清，就开始问学历、问收入，开始讨论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。你说这结婚难道不应该是在爱情之上吗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基本的原则都给颠覆了呀？画完了啊，还有别的活吗？我一会儿要去跟陆军和小玲见面，你说他俩会不会打起来？你觉得他们俩真的还有必要再见面吗？可能小玲她自己有自己打算吧，也许她认为见面说清楚了，以后就不会有遗憾了。你说他们万一打起来了，我拦不拦呀？就我这细胳膊细腿的，我拦得住吗？我不行，我得锻炼锻炼。好。哎，你要真想锻炼，你帮我洗几件衣服行不行？去你的吧！你还别说，你还挺会推销的，说的头头是道。这要不买，觉得挺对不住自己的。啊？那可不是，我可是购物界的小白鼠。这些年啊，但凡我自己觉得好用的东西，我全逼着我朋友买了。那些电商都不知道欠我多少钱。那你怎么不去做微商啊？我又不缺钱，我去受那罪干嘛？再说了，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挺好的呀，日落而作，日出而息，多自在。可大多数人他都不这样啊。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大多数人呐，而且我觉得呢，这个城市的夜晚就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来建设，把它装饰的色彩斑斓的，功劳大着呢。可是，这夜晚再色彩斑斓，天一亮就消失了。小玲儿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已经很糟，但其实陆军他也没那么好过，所以，大爷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就是想亲口听他对我说声对不起。
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哎，你当初为什么要跑啊？芳芳来想婚，我能不跑吗？我一边是我爱的人，一边是爱我的，本来就难选。可关键是，我爱的人也爱我，这不就好选了？甭跟我这咬文嚼字啊，嘚不嘚绕口令，你谁听得懂？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你做的太过分了。哎，你当初要真没心要娶人家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跟人说呢？你看看你现在做的是什么事儿？你这是，我真是没法说你。哎，这事儿你比我有经验，你当时是怎么处理的？什么叫我比你有经验？我就跑过1回。那什么，我也没有怎么处理。何大爷那人你还不知道啊？那不是一般女人，没哭没闹，直接就跟我离婚了。我倒希望小玲也这样。这有什么好的？你看着不寒心啊？寒心你还跑？我，小玲，哎，你自个儿进去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好好说话，一会儿。放心，你比你想象中还要坚强。哎，等会儿，不是我还有话跟您说呢，你走啊。咱俩聊什么呀？我知道你看这陆军一跑啊，触景伤情，又想起咱们以前的事儿。你别皱眉了行吗？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咱俩那点破事我真的忘了。哎，我现在有新的生活，每天很忙的。前2天去相亲了，对方条件特别好，比你强多了。不是何大爷，你几个意思呀？你说你不结婚呢，咱们又去相亲，不是你这也太口是心非了吧你？哎，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啊，我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今天说不结婚，也许我明天就结了呢。管得着吗你？你瘦了好多啊，你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小玲，对不起。亲口听你说出这句话，还挺满足的。你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选择跟我结婚？难道就因为爸妈那句玩笑话吗？对你爸妈来说，那可能是个玩笑话。可对于我爸妈来讲，并不是。从小他们就认定了我将来一定会跟你结婚。后来连我自己都这么想。因为不论从哪方面来看，咱们俩都特别合适。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，这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，你有很多次的机会，你可以告诉我你不爱我，你不想跟我在一起，你不想和我结婚。你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那一天？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，你知道吗？小玲儿，老实说，你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婚对象。因为我知道你爱我，所以当初我也没有反对。2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嘛，我觉得只要其中一方足够爱另外一方，这婚姻就能勉强维持下去。如果不是芳芳突然出现在婚礼上，
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直走下去的。陆军，我真的很瞧不起你。从始至终，你才是最自私的那个人。